白袍道人只是在名册上画了一笔，唯一拥有灵根的弟子竟当场咽气。血肉趁热送去炼丹殿，骨头拆好送去炼宝殿，五脏六腑送去御兽殿。唯一有灵根的都要被杀，我等岂不更惨？师弟们放宽心，资质平庸者活着才能创造价值。刚刚那位师弟太优秀了，只有死了才能物尽其用。我青兽宗绝不辜负人才。这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魔门青兽宗，在这里所有人都不会被埋没，因为他们都会被拆得明明白白，最终成为宗门最优秀的人才。贼让天，我穿越成边疆子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要让我回炉重造。宿主莫慌，你已激活轮回书，死后可重开一世，回到初始点，并能从前世的宝物修为或寿命中3选1，或者放弃所有收获，觉醒一门天赋。当前轮回书页数100页。亲爹啊，来得太及时了，多死几次还能多拿福利，这波稳了。陈凡，上来。是。把你的血滴进命灯里，往后你就是青兽宗记名弟子了。现在来看看你的资质，这么虚，除了帅一无是处啊。行吧，你就去极乐殿吧。是。拿好你的命牌，青兽宗只认命牌不认人。这本鸾凤双修谱能让你升到炼气境，去吧。是。下一位赵德柱，下一位李老八。没一会儿，杂役弟子便将你们一行人引到了极乐殿。然而众人还来不及欣赏四处风景时，一位婀娜多姿的红衣女人便扭腰走来。这里就是极乐殿，我是你们的师姐洛清柔。别过来啊！我是脆皮啊！长得真俊，随我来，师姐给你介绍介绍咱们极乐殿。多谢洛师姐。傻师弟，客气啥？青兽宗有内外之分，外门4殿有炼宝、炼丹、御兽、极乐。你们这些记名弟子，只有通过4殿考核，才能成为正式弟子。原来如此。师弟，还是你运气好啊，不用像其他3殿弟子那样辛苦。咱们这儿的考核轻松多了。师弟，你知道有多轻松吗？那还得拜托师姐指点迷解。修炼懂吗？到底是修还是不修？这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。洛师姐，万万不可啊！真是废柴，元气就这么点。原来这所谓的考核，是让记名弟子用鸾凤双修谱互相厮杀，活下来的才能当正式弟子。这跟养蛊有什么区别？就在这时，2个满脸谄媚的记名弟子也走了进来。恭喜洛师姐马上踏入炼气境，洛师姐以后再也不是凡人了。我等愿为师姐效犬马之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个快被榨干的药材，还敢笑！师弟啊，你笑什么？师姐啊，心急千万别吃热豆腐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入门前我就身患隐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卑鄙的废物！宿主已死，轮回书启动，消耗1页，剩余99页。宿主可从前世宝物、修为、寿命3选1，或弃选觉醒一门天赋。我青兽宗绝不辜负人才。还真能重开，上一世还没修炼就被榨干，反正也没留下啥，不如赌一把天赋。正在结算宿主前世经历，洛清柔掠夺你元气后突破炼气境，却因身患恶疾，卧床数月后暴毙。武功不敌神通，凡人难撼修士，灵火岂能与皓月争辉？但你亲自入局，巧用唐门之法，以凡人之躯反杀炼气修士。恭喜宿主觉醒白色天赋，唐门宗师。你对唐门道法领悟，如划定，从此再无同等境界的修士能掠夺于你。伴随着系统提示音缓缓落下，一股热流瞬间直冲你的丹田，不仅让病入膏肓的身体开始恢复，就连鸾凤双修谱功法也顿悟了不少。毕竟你也是有了实战经验的人，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世一样。由于你天生帅气，自然而然被分配到了极乐殿，随后再次被洛清柔一眼相中。而唯一不同的是，你这一次非但没有抗拒，反而还在神识中把功法过了一遍。眼看自己即将被对方吸干，你突然精神一振，霎时间，你的精气神与真气合二为一。
神与气合，谓之炼气。突破了！从今日起，我就是青寿宗正式弟子了。师姐啊，师姐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师弟会记一辈子。师兄，陈师弟啊，你还真是个人才啊！我本以为洛清柔今日能突破炼气，没想到还是失手了。此子不除，会后患无穷啊！师兄谬赞。走吧，随我来。我叫黄浩，是内门造化峰弟子，专门接领刚晋升的记名弟子。外门4殿对应内门4峰，你是极乐殿出来的，自然归我造化峰。我先替你改掉名册吧。多谢黄师兄。不必客气，我带你去其他3殿转转，正式弟子该有的好处少不了。而经过一番短暂的交流后，你这才得知对方所谓的好处。每一位刚晋升的正式弟子都能免费领取50个贡献点，用来兑换灵石法器以及修炼洞府。但想要更高层次的东西，就得做宗门任务赚贡献点。总之一句话，进入内门后只认钱不认人。好在刚晋升的正式弟子可以凭命牌从4殿各领1件法宝、1瓶丹药以及1头灵兽和1个道侣。4件套，这个外面买少说也得400贡献点，这波不亏。没一会儿，黄浩便领着你来到了炼宝殿，负责接待的执事王涛见状，便立马笑呵呵地迎上前来。黄师兄，好久不见啊！怎么又带新弟子来了？快把最上层的法器拿出来，让陈师弟长长眼。请随我来。王师兄，这里好像是修炼室吧？取法器不应该去仓库吗？陈师弟，哈哈哈，上等法器都在这里呢。这间房里的师弟资历最老，在外门当了3年的记名弟子。只可惜是一根筋已经走火入魔了。突破！我要突破！导演，我成了！陈师弟，这把上等玉虎剑归你了。这师兄确实是个人才，苦修多年，否则法器灵光也不会这么亮。青寿宗名不虚传啊，真禽兽啊！好剑，真是好剑啊！师弟这心性，果然是一表人才啊！二位慢走，不送了。这是补气丹，可滋补真气。这海东经往后便是你传递信息之用。可到了最后一个福利时，黄浩就满脸愁容犯了难。师弟啊，你突破太快了。那极乐殿的道侣还没排上号呢，不如再等上几天。全听师兄安排。好，师弟，我这有一卷造化峰秘传真诀，你拿回去好好修炼。炼气即炼己，纯化自身，逆转先天。先化五脏六腑，再化皮肉筋骨，直至彻底化去形体，炼成一道先天真气，聚散无常，道法难上。师兄，这师弟啊，法不轻传啊！造化玄章下半卷事关筑基秘密，得用贡献纸兑换啊。原来如此，是师弟失态了。无妨，半步也够你修炼一阵子了。走，带你去造化峰挑洞府，选个好地方，我们以后多走动。多谢师兄。半炷香过后，你跟随黄浩在造化峰的一处山脚下，也终是挑选了一座洞府安家。望着四周许多闲置的破败洞府，你顿时就不禁感慨起来：正式弟子也不好混啊，肯定是他们没有完成宗门任务，交不起贡献点，被当人才了。待你客气的把黄浩送走后，你便不再迟疑，直接取来一张蒲团坐下，开始在洞府内第一次修行。在外门1天才能炼出真气，这内门只需要1个时辰，难怪内门洞府要花贡献点租出。第二天，你并没有出门，依旧窝在洞府，一边修炼一边领悟造化玄章。因为你坚信，只要下恒心，任何人都能踏入修行之路。而真气的品阶直接影响修士的未来，功法越高级，提炼出来的真气品阶就越高，未来就越能达到更高境界。反之则可能遇到瓶颈。造化玄章提炼的真气位列6品，修炼者有望筑基，已经不算弱，但这还达不到我的预期。我现在可是身怀轮回书的人，止步于筑基就太浪费资源了。算了，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，步子太大很容易扯淡。继续修炼。
短短10天，我就已经成功化去形体，将身体炼成一道真气。宿主修为达到炼气1层，天赋为白色天赋旁门宗师，功法鸾凤双修谱达到圆满，造化炼气对形诀达到圆满。目前神通和宝物还没有哦。轮回书页数还是99页。这状态好极了，原身的恶疾也彻底治愈了。不对劲啊，上一世洛清柔为什么会死呢？她明明是正式弟子，按道理来说肯定也是练的造化玄章，只要对形化气，怎么可能死于恶疾？除非练的根本就不是这本造化玄章。不会猜了，这造化玄章是皇后特意为我准备的。师弟，在吗？还真找上门了。师弟在吗？还是吃了没经验的亏，居然信了魔门。他从接引我开始，带我去领符力、挑法器、送功法，事事尽心，处处周到，这一切全是假的，为的就是让我放松警惕，安心修炼他给的造化玄章。等我练成先天真气，他再连人带宝一起收走，那些符力也自然落入他手。师弟，再不开门，我可就进来了。师弟呀，你果然是个人才啊！不量力，你练得不错，肉身元神化作先天真气，能入药，能炼宝，还能长修为。我得此宝，炼气后期有望了。师弟，你能助我突破，也是你的造化。这便是造化玄章的下半句，上半句是陷阱，下半句才是真正的法门。等人修炼好了，就直接收啊！算你厉害，这也是我给你，但我还有99世轮回，这个仇记下了。你被皇后彻底炼化，足。当前轮回书页数98页，重开一世，宿主可从前世宝物修为寿命3选1，或弃选觉醒一门天赋。我青寿宗绝不辜负人才。又来，可我这次不能选择修为，因为被人看出来就没办法解释了。寿命也没意思，毕竟还有98世轮回，难道只能选宝物了？可那边古剑没修为也催不动啊，这是在给我提示。那就宝物吧。先天真气也算宝物，妙啊！有了它，前世的法术都能用，还能入药辅助突破境界，这波血赚啊！而接下来的一切与前2世一模一样，先是被洛清柔一眼相中，再接着反杀洛清柔。但这一次你并没有用对方的元气突破炼气，是全部喂给了丹田内的先天真气。因为你被魔门狠狠上了一课，已经彻底悟了，那就是一定要苟住。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黄浩见你掠夺了洛清柔的真气，却迟迟没有突破，当即便对你失去了兴趣。又过了几天，极乐殿终于有个叫刘峰的弟子突破了，那黄浩闻讯便飞速赶来，随后乐呵呵的将其带到了造化峰。5天后，黄浩便对外宣布闭关，负责接引记名弟子的也换了人，但你却依旧没有露头。这里的魔门没有一个好东西，绝对不能露头。半个月后，又有几个外门弟子晋升成了内门，直到你察觉一切无恙后，这才小心翼翼地选择了突破。可令你奇怪的是，这次负责接引正式弟子的师兄，完全没有黄浩那般的热情，反而一脸嫌弃之极。到了，这里就是藏书阁，想要功法就去用贡献点换。多谢师兄，少给我套近乎。这位师兄冷淡归冷淡，但让我莫名的安心，没人把我放在眼里，正合我意。听说前几日黄浩突破炼气后期，成为了造化峰峰主亲传弟子，如今他正春风得意。可现在还不是复仇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，不行，得赶紧修炼起来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哟，又来个新人才，见过前辈。前辈不敢当，我也是内门弟子，记住。按照里面写的规矩来，否则死了可不要怪我。多谢师兄指点。造化峰弟子陈凡可免费领取秘传功法，首次兑换功法可免首付贷款兑换。兑换。这么巧，和造化玄章一样，也分上下2卷，圆满可炼成5品坎雷真气。直指筑基的功法，可惜了，只有炼气篇，但没办法，也只能练啊。毕竟练与不练，未来都不确定。何况这门魔功甚是玄妙，不仅可以抽取目标的元气功法以及神通，还能获得对方的知识，
更离谱的是，被这门功法折磨的修士，还会被修炼者控制思想，彻底沦为傀儡。真清兽啊，我喜欢。不过现在只是暂时掌握了理论，还缺乏实战经验。当你收起坎离双修谱后，便在藏经阁转悠起来。因为作为一名新入门的正式弟子，你还有一次免费首付兑换的机会。但这藏书阁除了魔功之外，竟还有一堆名门正道功法，什么卜卦、剑诀、五行法都应有尽有。直到半个时辰后，你这才决定拿下一旁的9天御剑真诀。10年4600点，贷款1000，还4600，这比蓝星的黑网贷还狠。嘿嘿，无所谓。大不了重开一试，前世的贷款关我什么事啊？对其他人来说，这贷款就是天坑；对我来说，简直就是国补。给我兑换9天御剑真诀，兑换成功，功法正在派送中，预计5日送达你的洞府。什么鬼？派送？难道这是孤本？派送的是抄录的。算了，5日就5日吧。师兄，我已选好功法，就此告辞。你是贷款买的吗？是。哈哈哈哈。这贷款律例虽令人不齿，但也不是没有福利哦。回去等候佳音吧。福利究竟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功法。先拖进洞府再说。魔道。哦。你是9天剑阁弟子，你杀了我吧！我现在终于明白老头说的福利了。9天御剑真诀是9天剑阁的秘传，而坎离双修谱可以抽取目标经验。青兽宗直接把9天剑阁的弟子掳来，那就只有一件事：折磨对方即可。如此就能学习他的功法，还顺带解决了宗门道侣的问题，真可谓是一石二鸟啊！这作风果然很清瘦啊！比起名门正道没日没夜的苦修，魔修才是真正的效率之王啊！魔道，你不得好死！快放开我！走，修炼去。魔头，你要干嘛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去！9天御剑真诀，帅气！只可惜沈清雪只是炼气6层，功法只掌握了一半，下半部的雷霆之威她也不会。哎，真是个笨女人。哦，我使的剑血有问题吗？魔头，我死都不会告诉你。你这是在逼我。你以为我会屈从于你？哦，你上次不是已经屈服了吗？你只会乘虚而入！我9天剑阁弟子，誓与魔道不共戴天。是吗？虽说掌握了真诀，但只能分化2道剑光，威力还是不够啊。功法你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，若有我剑门的剑丸加以辅助。而听到这里，你也瞬间明白过来，原来9天剑阁的弟子修炼到一定程度后，都会取金晶之物，配以真药祭炼出一枚剑丸。剑丸的品质越高，剑光的数量就会翻倍，而这也是他们斗法的绝密。魔头，你又来。行了，我知道剑丸的祭炼之法了。现在得赶紧赚钱了，不然下个月得搬回极乐殿了。唉，像我这种3无弟子，也只能给宗门打工赚取贡献点了。行吧，打工都是人上人。师兄，这里可是宗门任务领取处。废什么话，没长眼睛吗？小师弟，你新来的吧？你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！我是愁宫阁的执事孙翔，想接什么任务，
师兄帮你参谋参谋。在下陈凡，见过孙师兄。陈师弟，我这里正好有个任务，对你来说简直就是泼天的富贵。保真？真的不能再真了。造化峰峰主，千金招婿，我看你长得这般俊俏。师兄，我可不想吃软饭啊。你还不乐意？少走半辈子弯路。到罗门吃软饭，想想都觉得背后有鬼。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我有隐疾啊，难言之隐那种。那就太可惜了。峰主也不想给他女儿招个病道理。既如此，那你想接什么样的任务？贡献点高的，危险度低的。这种任务，我倒还真有一个。血鹰果，需炼气修士用精血真气喂养，造化峰高价收购，一朵150贡献点。师兄，还有别的吗？怎么，这可是峰主亲自发布的任务，你中多少收多少。我的贡献点不够付下个月洞府租金了，实在买不起仙种了。原来如此，新弟子确实不容易。来，把你的命牌给我。是。怎么多了500点？这是我在通宝会给你带的，新弟子30天免息，年利率36%。通宝会有一位师兄专门卖血鹰果种子，我打过招呼，他会成本价给你。这青手宗处处可以贷款啊，但也只能这样了。既如此，那就多谢师兄了。祝陈师弟早日发大财啊！贷500买10枚血鹰果种子，年益率36%，1年成熟，全卖掉赚1500，付完洞府租金剩1140，加上功法贷再还460，剩680，再还种子本金加利息680，没了。好家伙，不愧是青手宗啊，辛辛苦苦一整年主打一个白干，看来这一世基本就是个死局了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，老子就当老赖。这500贡献点，我直接购买10枚元气大丹，先把修为堆上去，等到下一世重开再选择修为，那至少是炼气中期起步了。第二天清晨，你刚推开洞府房门，就看到一个容颜绝美的女子迎面而来，手里还捧着一个精致的盒子，而她春风般的笑容顿时就让你心生好感。妾身苏婉，见过陈师弟，今日奉命押送师弟购买的元气大丹，请拿出命牌验收。多谢苏师姐。师弟一次性购买这么多丹药，莫不是在哪里发财了？师姐误会了，只是背了好几笔贷款，想着提升修为后去接一些高级一点的任务。原来如此，正式弟子谁不背贷款呢？不过，请师弟恕我直言，你不懂得变通，还请苏师姐指点一二。内门4峰之外，还有许多废弃洞府，都是陨落的真禅弟子和长老所留，虽有一定风险，但藏着大机缘，随便捞一点都够换大批贡献点。我最近正好发现一座相对安全的，师弟若有兴趣。这师姐不对劲啊！若不是上世皇后给我上了一课，我还真信了她的邪。她无非就是看我刚入门就能购买这么多丹药，想把我骗出去宰了，然后将丹药据为己有罢了。师姐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也好，不急，你考虑好了联系我。考虑好了，我不去。小子，竟敢耍老娘！怎么，没成功？此人过于谨慎，而且他根本没有买血鹰果种子，而是全部买了元气大丹。我怀疑他就没打算还钱。想赖账？下辈子。他还不知道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，宗门早就给他标好了价格。五脏六腑、骨肉魂魄这些东西老值钱了，用来还债绰绰有余。而且他不是要提升修为吗？修为越高越值钱。再说了，这丹药他有钱买，却不一定有命花。师兄的意思是，有些事情只要不被发现就行。现在也是炼气2层，要想达到炼气4层，估计是没时间了。上一世皇后杀进洞府历历在目，那苏婉也不是不可能，倒不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虽然一口气吞完，药效至少浪费3成，但只要突破炼气3层，也算物尽其用了。成了。炼气中期，不错，不错。有人。
但要全吃了，否则面对这2个炼气初期，我必死无疑啊！炼气中期，该死的苏安，不是说好的是新来的软柿子吗？简直把我们往死里坑啊！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要不是突破的及时，还真拿你们没办法。这2个蒙面人死了，青兽宗竟然不派人来查。也是，所有人都是耗材，关青兽宗什么事啊？算了，还是来收缴战利品吧。哦，居然有400贡献点，估计是2个惯犯。如果不是我提前突破，这2人靠着这功法偷偷潜入，我都不会察觉到。不错不错，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啊！等等，这逆袭功如此精妙，又不是青兽宗所传，那到底是哪里来的？莫非背后还有桩大机缘？看来这2人下一世还可以交个朋友。先让他们入土为安吧。待把2个蒙面人入土为安后，你这才一把掏出命牌，开始查看沈清雪烈的剑丸材料清单。可你越看脸色越不对。怎么不去抢？总共加起来都要2000贡献点了。之前听沈清雪说，9天间隔弟子都是长老免费赐剑丸，到了青兽宗，居然要2000贡献点。这该死的青兽宗，明明能抢，非要老子当牛马拉磨。就算有蒙面兄弟赞助的400贡献点，那也无济于事啊。算了，还是拿这些贡献点换功法吧。小子，你又来了，发财了。承师兄吉言。去吧去吧，按照规矩来。多谢师兄。这次得找个威力大的，好为下一世做准备。平时正常说话，用时大喊一声爆，心中杀气爆发，敌我皆亡，既能杀人又能自杀，完美，就他了。现在正是祭炼的关键时刻，一定要忍住不长嘴，否则当场暴毙而亡。这一世死之前，一定要用一下这绝命咒，看看威力如何。该死的，居然让他走了狗屎运！师兄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自己看吧。福源池大奖100年后终被领取，彩色福源鱼由新入门弟子张二牛抽中，真人当众授予10亿大奖。张二牛领奖后闭关不知去向。彩色福源鱼，10亿大奖。由于命牌里的信息漫天飞，你也没花什么功夫就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青兽宗有个特殊任务叫积福源，地点设在造化峰山顶，名为福源池，池中有种灵兽叫福源鱼，大部分都是单色，而最接近彩色的精气就越足。修士食用后可迅速提升真气质量，是突破瓶颈的最佳捷径。那所谓的积福源任务也由此诞生。每个正式弟子每月只能领1次，先盲选一个数字，再支付10个贡献点，就能带走数字相对应的福源鱼。宗门高层为此还特别做出规定，那10个贡献点不回收，只要有人选中池里唯一的彩色福源鱼，就能拿走福源池内的所有贡献点。可任务发布至今，从未有人选中彩色福源鱼，相反池子里的贡献点越积越高，俨然成了一个天文数字。如今新来不到几天的张二牛中了大鱼，不仅10亿贡献点轻松到手，还在使用彩色福源鱼后一夜之间突破炼气圆满，甚至被宗门真人收为亲传弟子，现在正闭关为筑基做准备。难怪秦老头心态崩了，应该是往奖池里梭哈了不少吧。张二牛领奖后，彩色福源鱼的数字也报出来了，555285，正好，下一世的幸运儿就是我陈某了。陈师弟，这么巧？苏师姐，巧啊。苏婉啊，你来了，正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秦师兄，你也随师姐去探寻洞府。哎，亏大发了，再不找点外快，就要饿死在这藏书阁了。上个月，
宗门和9天剑阁大战，那群剑阁的弟子有备而来，竟硬生生抢夺了宗门西方的一座击骨坑。那坑里产的击骨替身可是宝贝啊！击骨坑被夺，击骨替身在宗门的价格就立马飞涨。眼看大家都在疯狂囤货，我也就急眼了，一把梭哈全部买进。但天杀的，我前脚刚囤完货，后脚就传来消息，说宗门发起反攻，夺回了击骨坑。结果那批货瞬间跌到谷底。好在有苏婉啊，若不是你推荐孙翔师兄给我认识，我怕是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。秦师兄言重了，孙师兄正好缺一批击骨替身，你手里又刚好有一批，我只是恰逢其会罢了。只希望今后去探寻洞府，师兄能助我一臂之力就好。孙师兄，陈师弟，你真的不考虑同行？师姐，我刚入门不久，只想专注修行，探寻洞府太过危险，我有心无力。小子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只知道闷头苦修，何时才能出头？你要勇敢尝试，才能抓住机会，懂了没？赌徒心态，难怪会破产。秦师兄、苏师姐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告辞了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苏婉，我们出发吧。又失败了。陈凡那小子，我觉得有问题。我派出去的那2个姘头命灯熄了，看来是失手了。他们可是炼气3层，陈凡居然能杀他们，想必已是炼气中期的修为了。绝对不可能，他短短几天怎么突破炼气中期？最多炼气3层，你也不必疑神疑鬼。我查过他的购买记录，他贷款购买了9天剑阁的御剑真诀。若是他悟性高，掌握了剑诀，斩杀你那2个姘头也不是不可能。这师兄言之有理。行了，这件事以后再说。人都找齐了吗？齐了，尤其是藏书阁的秦天风师兄买了他那批击骨替身，他现在很信任我们。那就好。我青寿宗向来人才济济，此番能大赚一笔，全靠这些师兄师弟了。没一会儿，造化峰外就集齐了10多名正式弟子，而人群中唯有孙翔、苏婉以及秦天风是炼气中期修为。此番行动能有这么多师兄弟应邀，孙某荣幸之至，在此谢过。实不相瞒，孙师兄前些日子在造化峰外发现了一座前辈洞府，但苦于有阵法守护，无力攻破，这才请各位相助。只要大家合力破阵，那洞府里的传承大家平分。孙师兄是通宝会的成员，想必信誉大家都非常清楚，绝不会让大家吃亏。我等自然信得过孙师兄。那好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就是这里，此地名为落凤洞，是昔日落凤真人的洞府，外围曾是筑基大阵。如今100年过去，那大阵的威力削弱大半。诸位，请随我破阵。最后100贡献买了这些迷踪幡，为的就是把你们困在里面，我好坐收渔翁之利。反正还款期限将近，这一世我也所剩无几了。孙翔，宗门不会放过你的。这血煞刀我花了整整3000贡献，等的就是今天。孙翔，你卑鄙无耻！老头，你真以为拿了我的钱还有命花吗？我买你那批击骨替身，就是为了今天，否则你手里有货，我还真拿不住。现在你死了，我的贡献点不又回来了？恭喜师兄！这一切多亏了师妹啊！现在这血煞刀的威力够破阵了吗？
好像还差一点点。哦，那好办。现在应该差不多了。三品真功，果然是直指金丹大刀的三品真功。哈哈哈哈哈！师尊果然没有骗我。想我孙翔3世苦修，为洛风真人积攒功德，这一世终于功德圆满，洛风真人的传承便是我的大机缘。从今日起，我只要安心修炼此法，未来必能寻回自我。待我彻底转劫归来，有三品真功在身，未来筑基一片坦途，金丹大道也指日可待。转修功法需要散功，现在必须立马返回洞府闭关。待我出关后，便能正式拜入师尊门下了。是谁？何方同门在此等候孙某？够了！还好提前准备了丹药，用来恢复我的真气。能使9天剑阁真诀，想来定是姓陈的那小子了。短短数日就能突破炼气中期，这小子身上必有机缘。陈凡，是你吗？你不说话，我也知道是你。今日真是双喜临门啊！这机缘，孙某我收下了。真是个棘手的家伙，几套连招都没把他弄死，还被他看穿了身份。陈凡，你我之间并无深仇大恨，何必趁你病要你命？听不懂人话，看来只能提前亮底牌了。呵呵，我这噬邪魔液专可飞剑，飞剑我也不要了，反正他一时半会儿炼化不了，我就在这里给你耗着。这狗东西居然这么谨慎，不行，得快点想个法子，我真气快撑不住了。陈师弟，我在落凤岛得到了大机缘，是直指金丹大道的三品真功。你若肯放我出这迷踪阵，我愿同您共享此功法。三品真功，他有这么好心？不，他分明是想诱我现身。考虑好了吗，陈师弟？师兄糊涂啊！杀了你，功法一样是我的。师弟此言差矣，这机缘乃是我3世苦修，用功德换来的。就算你杀了我，功法也会自动飞走，与师弟无缘啊！既如此，那我又何必跟你和解？师弟本和功法无缘，但孙某若愿和师弟分享，那就变成有缘了。那你把功法抄录一份，我再放你出阵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上册涅槃凤诀是炼气境功法，可炼成一道火凤煞，铜镜之中可无敌。下册乘凤冲霄卷是筑基境功法，可炼万成玉凤道基，未来有望金丹。不过师弟，我现在有伤在身，若就这样把功法传你，你翻脸不认人该咋办？简单，你先把下册乘凤冲霄卷给我，涅槃凤诀你自己留着。我只是炼气中期，拿了筑基功法也无法修炼。等你出来后，再将涅槃凤诀给我，如何？好，就听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再见了，孙师兄。报！天杀的，为什么要自爆？就算爆，为什么不早爆？偏偏等拿了筑基功法再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看啊！陈凡，你真禽兽啊！
宿主坚定地选择了自爆，足。当前轮回书页数97页，宿主可从前世宝物、修为、寿命3选1或弃选觉醒一门天赋。我青寿宗绝不辜负人才。熟悉的地点，熟悉的配方，还有熟悉的皇号。我选择修为。恭喜宿主突破炼气4层中期。幸好能记住前世蒙面兄弟的逆气功，不然被那皇号看出端倪就麻烦了。他现在最多炼气6层，在突破炼气后期之前，完全看不出我的真实修为。上一世的先天一气居然还在，看来轮回书并不是回到最初的锚点，而是回到自己的上一世。这就意味着每一世选择的修为宝物或寿命，都可以保留到下一世，不用再从头开始了。这一世稳了。而接下来的情节一如既往，但这次你选择整整3个月后才突破，成了默默无闻的正式弟子。但你却并没有着急去换功法，而是走出洞府，准备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。特殊任务积福源，号码555285。张二牛，我来截胡了！11大奖我来了！10个亿，我该怎么花呀？再见了，贫穷的少年，我不会想你的。兄弟，运气不错啊！红色虽然比不上彩色，但也算难得一遇了。红色不是彩色吗？555285，数字没错，为什么没中？难道那张二牛故意报错了数字？不对啊，他又不知道有人能重开，什么狗屁幸运儿！我估计那张二牛就是内定的托。算了，先把它吃了，也好突破一下境界。一切随缘，福源鱼放空了。还有击鼓替身那件事等着我。按照秦天风破产的时间来算的话，现在应该是上涨的趋势。但想要入场，现在还缺一笔启动资金。行吧，孙师兄，又要见面了。又来了个小肥羊。这位师弟脸色不太好啊，遇到什么难处了？我是这里的执事孙翔，有什么问题尽管说。孙师兄，我就差钱啊，有没有能多赚贡献点的任务啊？师兄明白，师兄也是过来人，但是师兄蹉跎半生，总算悟出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用钱生钱，这样才能摆脱牛马的命运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但问题是我现在没钱啊。你看，格局小了不是？你虽然现在没钱，但可以借呀，赚到钱再还上不就行了？可是，师弟，你也别犹豫了。我看你和我有缘，我借你一笔好了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师兄，我是通宝会的成员，你去四峰打听打听，师兄的信誉如何？说吧，要带多少？200？不，是2000。我的功法袋还没用，算1000贡献点。还有我新人的福利，古剑和气血丸，全部都抵押给你成吗？这年轻人，我才忽悠几句，他就直接梭哈了。师兄，我打算全仓买入击鼓替身。什么？师弟，你该不会知道什么内幕吧？师兄明鉴，我之前在藏书阁调功法时，偷听到秦执事说西方战况不利，击鼓坑被9天剑阁夺了，现在整个宗门把消息都封锁了。发财的机会来了，鱼儿终于上钩了。有了孙翔的担保，因此你也顺利的从通宝会带了2000贡献点，随后直接一把梭哈10具击鼓替身到手。这击鼓替身可是宝啊！正魔大战，关键时刻能替死，等于第2条命了。终于等到了，师尊的消息准没错，击鼓坑真的被9天剑阁攻下了。
绝世剑修出手，短期内谁也夺不回来，这就是我的机会。而凭他孙翔的人脉和背景，他很快就筹到了一大笔钱，随后全部重仓买入击鼓替身。而事情发展也如他所料，越来越多的人嗅到了商机，竟纷纷掏出全部积蓄，疯狂在市面上高价扫货，价格也从最开始的200贡献点直接攀升到了500点。眼看价格还在继续疯狂暴涨，孙翔便抓住机会开始抛售，准备提前变现离场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用不了几天，价格就会跌到谷底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他这一次竟然失算了。我竟然失算了。必须采取计划反扑了。我将亲手杀上9天剑阁，一决生死。此消息一出，本来已经开始回落的击鼓替身价格，竟迎来了第2次暴涨。第2天早上竟足足翻了5倍，变成了1000贡献点。好啊，好啊，给我继续涨。不行，我得再囤一点。过2天我就可以直接买一座洞府了。当击鼓替身的价格涨到2000贡献点后，该跌了。当时2000贡献点买了10具，现在一来一回10倍利润。2万贡献点轻松到账。那个糟老头马上都要入土的人了，竟悄悄囤了20多具击鼓替身。混蛋！糟老头子都要赚10万贡献点了，不行，这价格肯定还要上涨。我要第2次入场全部买入，我怎么可能比那糟老头还差？与此同时，和孙翔一样提前离场的人，同样也心中不甘，手提全部家当跟着陆续返场。加仓！跟上，全仓买入，都别抢，给我留人！而这一幕也再度坚定了孙翔的信心，甚至还依旧觉得凭他自己的敏锐，在崩盘之前一定能及时抽身。2000贷款还清了，那10具击鼓替身我也刚抛售了。师弟啊，你太草率了，等真正开战时，击鼓替身必定供不应求啊！趁价格现在还不是特别离谱，赶紧买回来吧。多谢师兄关心，我已经赚得够多了，现在只想闭关安心修行。想拉我下水，别做梦了。只要我有轮回书在，永远都不会亏。大不了先确认一下价格最高点，然后重开一试。殊不知，在你闭关的那几天，青兽宗连夜备战，大批弟子受命离宗，临行前只能咬牙高价接盘击鼓替身，因为钱可以再赚，命就只有一条。巧的是，豪门子弟这时也陆续入场，让本就离谱的价格狂飙至5000，一时间有的人恐慌离场，导致价格轻微下跌。然而更多的人却已经苦红了眼。别慌，这是技术性调整。啥？现在抛售，肯定还会涨。而孙翔因为吸收了前次的教训，绝对不会再吃第2次亏，不仅投光全部积蓄，甚至还在通宝会借一笔全部梭哈。一旦正魔大战开始，击鼓替身必定大量消耗，在没其他东西代替的前提下，那些铝厂的家伙都得跪着回来买。到那时，别说区区5000贡献点，甚至1万都有可能。别人恐惧我加仓，哈哈哈哈！我真是个商业奇才。可第2天清晨，他刚从发财的美梦中醒来，就收到了宗门的一道晴天霹雳。重大利好！前几日，本宗明面上调集弟子备战，暗地里却派3名长老成功突袭击鼓坑。9天剑阁掌教表示愿意和本宗和谈。官方已经发声，这不能有假呀！和9天剑阁和谈，那就意味着价格必然下跌呀！我生不如死啊！我的亲娘啊，已经下跌了3200，还来！50，我受不了了！我好恨！孙师兄在吗？师弟陈凡特来拜访。好险，差点走出魔了。师兄，你这几天又赚了不少吧？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家伙早早就离场了，还还清了贷款。别得意太早，你的所有财产早晚都是我孙某人的。陈师弟，我前日发现了一处仙贝洞府，里面肯定有大机缘，不知师弟有没有兴趣同行？仙贝洞府，多谢师兄抬爱，但师弟神通不精，更没有斗法之能，去了也只能给师兄拖后腿。等我安心修行到炼气中期，再和师兄同行吧。哼，
你以为青兽宗是名门正道，还安心修炼？等我解决了落凤岛的事情，再来收拾你。你赚的那些贡献点，就先在你腰包里躺一会儿。师弟说的有理，那就下次吧。多谢师兄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这孙子肯定在琢磨怎么对付我了。不过我也不慌，因为我这几天靠赚的贡献点买了大批灵药，现在早就突破到了炼气6层。就算以后迫不得已正面交手，我也丝毫不虚。秦师兄，上好的女儿红，特意给您带的。好小子，这一壶怕要80贡献点吧？你小子又发财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师兄太客气了，只不过给您聊得来罢了。老夫空活了几十年，还没你小子看得通透。若非你那日点醒我全部抛售，我恐怕已经倾家荡产了。这必定是宗门高层设的局啊！幸亏听了师弟的良言啊！师兄敢于悬崖勒马，也是一种智慧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小子说话真好听。说吧，你到底图什么？还是你信了外面那些人的鬼话，认为我是藏书阁的高人？师兄误会了，我只觉得师兄能在宗门活这么大岁数，肯定是有本事的。您是藏书阁的执事，我想您或许能在功法神通上指点一下师弟。我此番前来是想挑门功法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有求于我，不过你也算问对人了，还请师兄不吝赐教。首先，真正上乘的功法你就别想了，那些都在焚天崖，非真传不可学。咱们这儿的藏书阁是造化峰的分阁，功法有限，那就没什么折中的办法了。当然有，这里要说上乘的神通有3种，但每一种都有严重的副作用。副作用？就比如燃命血光，以身祭宝，让法宝威力大增，但成功后不仅要折寿，而且无法再继续修炼，可谓是自绝仙途。你说这副作用你扛得住吗？副作用大，那跟我下一世又有什么关系？师兄，这燃命血光我要定了。你真要学？师弟，人生苦短，莫要自毁前程啊！你现在是年轻，可10年后你就知道后悔了，甚至不超过20年，你就会变成一堆黄土。好事啊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师兄，你就别劝了，我就选他了。哎，行吧，我看你这小子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，去吧。不愧是魔门功法，要练成这门神通，首先要选定一件法宝，然后用法宝将自己的人皮活剥下来，再用秘法加以炼制7749天，炼出一道化血宝光附着在法宝上。寻常修士碰到就当场暴毙，而自己则会成为一道血影，法宝不损，血影不亡，代价就是寿命减半。化为血影后就不再是人，而是空有人形。这功法果然适合我。这功法好像被某位大能修改过，修改之后就不需要自己包皮血祭了，而是让修炼者血祭自己的同胞或者儿孙。如此一来，同样可以练成这门神通，但这样练出的血影终究不是修炼者本人，难以营运化自如，所以会有反噬的危险。不过对我来说就不一样了，不管多少世，血影都只会是我自己，完美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得购买一本特殊的功法。不错，以后能光明正大施展神通了。这次这么快就到了。魔头，你要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需要炼制剑丸的方法和经验。你休想！不施与魔道，不共戴天。魔头，我9天剑阁的秘诀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简单，
一回生，二回熟嘛。魔头，你卑鄙无耻加下流！哦，你又想挨鞭子了？你那是趁虚而入！行了，我先出去一趟，我要租赁一座地火炉，500弓箭点，请随我来。金晶3两，玉魔3两，丹砂2两，剑气2两，花了我足足2000贡献点。9天剑阁的剑丸都是长老亲自炼制，他们那里是正道，自然不用担心被人做手脚。但我这里可是赫赫有名的青兽宗，与其寄希望于炼器之人，还不如自己来。反正失败了也无所谓，大不了多尝试几遍。很快，一枚丹丸便在你的灵石中成型，可你还没来得及兴奋，就见那丹丸开始剧烈蠕动，接着轰隆一声原地炸开。看来我是太急功近利了。沈清雪说，炼制剑丸需剑心合一，但那是正道的路子，讲究的是循序渐进。可我魔门不兴这套啊。既如此，我同步修炼燃命血光试试，以身祭宝和法宝微微一体，那契合度必然超越剑心合一。就这么办。虽然有点痛，但魔门嘛，对自己不狠，怎么配叫人才？成了，燃命血光终于炼成了。还好，修炼过程太痛苦，反倒让我在炼成神通前突破到炼气7层后期。如果再晚一步，修为就永远定格了。不过现在也够用了，毕竟活到下一世才是我的真正目标。现在就来试试这剑丸的威力。难道是地龙翻身？有真人镇压地脉，不可能啊！快看，那是炼气后期，哪位师兄又突破了？什么人？师兄莫要动手！莫要动手啊！师兄，在下张二牛，此番前来只想结识师兄，绝无恶意，还请师兄收下神通吧。张二牛，姬福元那个内定的狗托。张师弟啊，一切都是误会，刚刚开了个玩笑罢了。师兄神通广大，张某佩服，些许薄礼，还望师兄莫要推辞。初次见面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师兄，此宝名为遁空旗，是我入门前在一处地摊上买的。没想到入门后才发现是一门奇宝，铜镜之内，只要从死门入，再从生门出，哪怕再危险都能活着走出去。如此法宝，竟然是地摊上买的。就在你感叹张二牛运气爆棚时，却惊骇地发现对方全身上下竟都绽放着宝光，每样品质都不比自己的剑丸差。这人比人气死人啊！我耗数月注资炼成的法宝，在他这边就跟不要钱似的。张二牛啊，张二牛！你是有多大的气运啊！而这时你也突然改变了上一世的看法，或许姬福元不是暗箱操作，是他张二牛真的运气好。气运之子啊，以后跟着他，肯定能蹭到不少机缘，而且他修为还不高，抢起来特别轻松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张二牛好像是个人才啊！张师弟果然一表人才啊！师兄谬赞，你这天赋，筑基指日可待啊！哪里，师弟接下来打算去哪儿？不瞒师兄，我想去福元池试试手气。听说猜中彩色福元鱼数字能拿大奖，我最近运气极好，想去碰碰。正合我意，这一世我倒要看看他会怎么选。太巧了，师弟，我也正好要去那里，不如咱们同行。好啊，师兄，我正好缺个伴呢。
与此同时，在云海深处，5道人影正死死盯着你们，为首的赫然是黄浩和苏婉。只不过这一世不同的是，苏婉英和孙翔共同炒击鼓替身，导致倾家荡产，彻底闹掰。巧的是黄浩也炒了，不仅破产，甚至还欠下了大量外债。因此他2人一拍即合，干起了洗劫同门的勾当，用来填补炒击鼓替身的损失。而张二牛那一身毫不掩饰的宝光，早就成了他们眼中的肥羊。小肥羊终于来了，哼哼，不对，他身后怎么还跟着一个炼气后期？怎么是他？你认识那个炼气后期？他叫陈凡，数月前入门就炒击鼓替身大赚了一笔，看来是靠那笔巨款突破了。哼，那就更好，现在是2个肥羊了。事不宜迟，动手！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道友，请留步。果真来者不善。1个炼气后期，5个炼气中期，胜算不大呀。师兄，他们应该都是冲我来的。我这一身法宝和贡献点，他们早就盯了数月。事到如今，你我分头逃吧。这家伙到底有多少法宝？我不能走。如果说他是七陨之子，我现在跑就是给他吸引火力当挡箭牌。如果我们都被追上的话，那死的人一定是我。张二牛肯定会化险为夷。这张二牛太阴险了，要不是我在青兽宗待得久，必然会中计。青兽宗哪会有好人啊？好巧不巧，黄浩这时也先盯上了你，毕竟他认为张二牛修为低，还是先解决你更为稳妥。师弟，你我一见如故，我怎能弃你不顾？莫非我失算了？青兽宗还真有好人。师兄，刚刚都是误会啊！事到如今，你我不如真正联手。好啊！姓陈的，你无耻！好极了，他们内部出了问题，我正好逐个击破。你们困住张二牛，那个姓陈的交给我。不对，中计了！你们快散开！晚了。是燃命血光。黄师兄，别来无恙了。第一世被当作人才炼化的仇，这一世该还了。苏婉，快解开你的禁制！现在再释放结界对他没用，快来助我！陈师弟，我们可以和解吗？我愿赠你一本上乘道书。黄师兄啊，大家都是青兽宗弟子，何必装模作样？你如今已经是和我们不死不休了。也罢，看来只能用杀手锏了，否则今天非要被这小子玩死。强敌当前，我无能为力，还请师兄援助。师兄，无能之辈，造化玄章都给你了，怎么还是这副德行？比不得师兄，此人乃是剑修，又修炼了燃命血光，我确实不是对手啊。哼，能练成那门神通，倒也算个人物，可惜努力错了方向。按照约定，这已经是我第3次出手了。师兄明鉴，此事解决后，我便放师兄去轮回。以师兄的功德，转世后必能再入道途。是黎长生，黎师兄，的确是造化封主的儿子。当年黎长生失踪，封主勃然大怒，亲自推演因果都一无所获，没想到居然在黄浩的藩里。
既然看到了，我就留不得你，否则传出去，我将万劫不复。这人也是炼气7层，怎么感觉和别人完全不同？鸾凤双修谱是阴阳调和功法，但你真气却驳杂不堪，一看就不是苦修得来的。本来5品的坎离双修谱落到你身上，最多也就6品了。敢问阁下是？黎长生。此番身不由己，若你能逃走，将我的消息带回造化峰，我父亲必然重赏于你。果然，我的坎离双修谱并不是极限，造化峰还有更上乘的功法。此人必定是造化峰真传弟子。姓陈的，哪怕你再厉害10倍，也不可能是黎长生的对手。我本不想动手，是你们逼我的。是灵宝。灵宝，即便是筑基真人都很难拥有，这家伙哪里来的？这小子真是暴殄天物！哈哈哈哈哈！最终赢家总是我，黄浩啊黄浩，你的万灵幡从此就是我张某人的了。灵宝自爆，即便是炼气圆满都能被炸成灰，可我却是例外之中，因为我修炼的可是燃命血光，化为血影的我就只是人形而已。只要我祭炼的剑完不毁，我就不会死。师弟，莫非你也想要这个法宝？这人究竟是人是鬼？师兄，你误会了，我刚刚只是想暂时替您保管万灵幡，现在物归原主了，恭喜师兄。师弟有心了，为表谢意，师兄这就送你上路。你这个气运人子，留着就是个祸患。看了我3辈子，该出来了吧？啥？你能看见我？写小说的吧？让我死3次，挺过瘾啊！这不是剧情需要吗？别写了，我不奉陪了。有意思，第2季就写主角干掉作者的故事吧。